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10种短命手，有钱无命享。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谁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短命手相。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生命线中断又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又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季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长寿手相。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
2. 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 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 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6. 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守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 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 生命线旁边有支线。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人生在世，活一天就要精彩一天，这样也不枉来人间。大家讲讲越老越有钱的手相，现在没钱不要愁，再等等。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
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一、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二、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三、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四、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五、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六、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七、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0000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
首长中央长制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龙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龙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龙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
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好了，讲讲身上这5个部位爆青筋，中年婚姻要小心。一、额头青筋明显，家境不好，早年体质差。额头在面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运，也称为少年运，代表着一个人年轻时的贵人运、财运和智慧。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两侧青筋暴露明显的话，预示着早年运一般。这种人大多出身家境不是很好，从小容易受苦受累，父母也比较的辛苦，而且自身的身体素质也比较差。不过好在这种人大多比较聪明，读书运不错，如果注意控制自己的脾气，将来还是能有一番作为的。二、眼尾青筋浮现，感情婚姻早年中年要小心。眼睛尾部也称为尖门，代表着一个人的感情运和婚姻状况。如果一个人的眼尾部位总是有青筋浮现的话，代表着在婚姻运不佳，这种人的感情大多比较的波折，婚前容易经历多段感情，但大多都没有好的结果。婚后夫妻之间容易发生矛盾，容易出现婚姻危机，还有可能会遭遇配偶的健康运不佳的状况，还是要多当心。三、鼻梁青筋明显，肠胃和配偶健康要注意。鼻梁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从中医的角度讲，对应着人的肠胃。如果一个人的鼻梁处青筋暴露比较明显的话，代表着这种人大多肠胃不好，食欲和消化方面不是很强。我们都知道，很多孩子的山根处青筋比较明显，这种孩子大多也是脾胃不是很好，不过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过分担心。但若是大人鼻梁处青筋明显的话，代表着财运也不是很好，破财较多，在投资方面要小心。四、手腕处青筋突出，做事先难后易。手代表着一个人的做事态度，手腕代表着一个人处事的灵活程度。如果一个人的手腕处青筋暴露明显的话，一般这种人少年运不是很好，从小命运多波折，家境也比较一般，很难从家中得到助力，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不过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也能白手起家，做出一番成绩，属于先易后难的类型，到中晚年时容易发达。五、食指下面部位青筋浮现，有暗财或不昧之财，对应着人的五指。食指在手相学中为财指，代表着一个人的抓财能力。食指在八卦中属巽宫，在五行中属木。如果食指下方部位有青筋浮现的话，代表着暗财较多，这种人善于存财，但是如果心术不正的话，大多属于不义之财。如果命主为木命的话，则运势不俗，这类人往往处事灵活，事业发展强劲，容易有大富贵。第二，五种靠不住的男人面相：眼高手低，孤傲偏执，嫁了倒霉一辈子。一、天庭低窄凹陷的男人面相。天庭即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运势和官路。如果男人的额头部位长得低窄凹陷的话，这类男人大多智慧和眼界不高，考虑问题时目光非常的短浅，整天脑子里想的比较好，但是却不去行动，属于眼高手低的类型。收入低的看不上，收入高的能力又达不到，做起事来非常的不踏实，而且心胸和气量也比较狭小，喜欢斤斤计较，没有什么好人缘，最终容易一事无成，一生多苦。二、牙齿过于前凸的男人面相。牙齿为肾之花朵，代表着一个人的肾气是否充足，个性和脾气是否优良。如果男人的牙齿长得过于前凸的话，代表着肾气过旺，这类男人大多性情都比较的暴躁，做事时缺乏耐心，
喜欢发火，有着很强的攻击性，而且个性非常的要强，什么事情都不会轻易认输，还有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遇事缺乏冷静的思考，也听不进别人的劝告，喜欢一意孤行，缺乏容人之量，很少有女人能够忍受，还特别的喜欢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在背后说他人的是非长短，特别的讨厌。3. 没有腮骨的男人面相。腮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信用度和吃苦耐劳的能力。如果男人两腮兼削，看上去腮骨很不明显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意志力薄弱，经不起诱惑，而且没有责任和担当，家庭观念非常的淡薄，整天贪图于自己的享乐，做事不踏实，内心不上进，属于那种扶不起的阿斗，而且一点苦也吃不了，遇到点困难就退缩，无法扛起家庭的担子，只适合做那种小白脸，不适合结婚。4. 三白眼男人面相。三白眼指的是瞳仁过于靠上或靠下，使得瞳仁的上方或下方有眼白露出。瞳仁靠上的话称为下三白，瞳仁靠下的话称为上三白。三白眼的人大多比较自我，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不会关心别人的想法，性格方面也比较的偏执，有着很强的驾驭之心，凡事都希望别人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而且这种人也比较的孤傲，不喜欢与他人过分亲密，只有涉及到利益才会暴露出自己的本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事不择手段，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类人。5. 颧骨高凸横长的男人面相。颧骨在相学中称为权力之骨，如果男人的颧骨长得高凸横长的话，这类男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霸道和蛮横，有着很强的掌控欲，对于他人都比较的苛刻和挑剔，而且占有欲极强，还特别的爱吃醋，不喜欢女方与其他异性有任何形式的接触，还经常对女人的事业和生活指指点点，内心的权力欲非常重，所以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显得比较的功利，凡事都要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很少会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人际关系比较的糟糕，事业上发展并不顺利，一生多贫。第3，5种大富的嘴相。龙口做大官，虎口赚大钱，你是哪一种？仰月嘴。仰月口的重要特征便是口型长得较为端正，而且两侧的嘴角微微向上，并且唇色红润，牙齿洁白，下嘴唇要比上嘴唇稍稍厚上一些，整个嘴型如一轮上弦月一般。相书中有云：口入仰月上朝弯，径达富贵列朝班。这种嘴型的人大多很有才华，而且人缘非常好，善于言辞，性格豁达乐观，为人也比较讲义气，非常的会说话，人缘和事业都很好，容易得到贵人的相助，一生福禄双全。2. 樱桃嘴。樱桃嘴的重要特征便是嘴型较小，且嘴唇很薄，双唇的颜色红润而亮泽，牙齿长得细密而整齐。相书中有言：樱桃口尖留子齿，聪明拔萃子袍衣。长有樱桃口的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而且心性善良，待人和善，人缘特别的好，女人有此相能嫁到富人家，男人有此相一生的贵人。而且这种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也非常的强，容易做大官，一生富贵。3. 四字口。所谓的四字口，指的是嘴角长得较为齐整且微微上翘，上下唇长得薄厚均匀。麻衣神相中有云：口角光明唇两齐，富贵应须着子衣。这种口相的人大多头脑聪明，很有才华和能力，而且做事认真踏实，懂得努力，往往容易得到他人的信赖和认可，能够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内做出一番成绩，
如果要是能够得到家中的帮助和扶持，事业上定能更进一步，一生丰衣足食，能居高官。4. 龙口。所谓龙口，指的是双唇长得宽厚而匀称，嘴角润泽而微微向上翘起。乡书中讲龙口两唇长且尖，玉帝缠腰是所惜。这种人的气质清高而奇俊，内心对于权势比较的热衷，很有领导才能，而且心性坚定，做事很有魄力和手段。随着年龄的增长，综合素质会越来越高，属于难得的大贵之相，尤其是中年以后，发迹的可能性最高，权势和名声增加，可做大官。5. 虎口。虎口指的是嘴型宽大且双唇厚实而饱满。像书中这样形容虎口的人：虎口阔天有收拾，食欲堆金乐自然。这种口相的人大多非常注重自己的德行，在为人处事方面很讲义气，善于结交朋友，心胸也非常的开阔，命中贵人较多，在事业上容易得到朋友或贵人的相助，事业发展比较顺利，财富积累也是越来越多，入仕显贵，从商显富，容易成为大富之家。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